等等，你在跟我说话？请问你是不是艾奇？我想你认错人了。哦，对不起，那是我认错人了，因为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最近总是能想起他。刚才看到你，我以为你是他。他是一个我特别敬仰的人。怎么了？我想，我们在碑市查到的事情，暂时先不要告诉别人。是小传。喂，小传 ，K 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还有那个许南博，他是不是明天有一场演讲啊？我跟韩琛已经回来了，我们明天一起去吧。去什么去啊？人家自己过来了。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许南博自己过来了，现在正在警局呢。我知道了。走吧，许南博在局里。许教授，稀客啊，喝水，谢谢。哎，之前也帮过各地的公安干警做过，第一次自己坐在这个位置，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啊。您这次过来肯定是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吧？是的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主动的跟你们交代比较好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嘛。这个是我之前几次治疗新家的录音记录。这是许南博的资料。我知道这个人，他是国内目前最年轻的犯罪心理学教授之一。我在警校的时候就听过他的大名，好像这个家伙很喜欢西洋棋。怎么，遇到高手你就怵了？嘘。许南博解释说，他最近这2年在往临床心理学来转，已经获得了行医执照。这个新家呢，作为抑郁症患者，曾寻求过他的帮助，并且要求绝对的隐私保密。许南博在新家父母那儿得知事情之后呢，觉得应该给我们提供点什么，所以今天过来了，把他几次为新家治疗的录音记录带了过来。小赵，哎，找人核实一下。好。他有没有解释说他为什么要转临床心理学？许南博说，他一直在研究人为什么要犯罪，不过他现在觉得
如果要帮助人的话，可能更好的是需要预防犯罪。白警官，徐医生来找你。知道了。哈，我刚刚听人说呀，你这2天忙贺明山尸检的事情都累趴下了，你也不会去休息2天。尸检忘了吃饭，当时血糖有点低，不碍事。什么不碍事？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照顾好。其实，我从贝氏给你带了好吃的，但是被小壮他们那些家伙一看见就疯抢光了。给我带的什么？烤鸭，可好吃了，贝氏的烤鸭。那东西不好吃，吃不到也没关系。你这个家伙真的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，直肠子，想什么说什么。之前不是说好了，过2天给你做火锅吃，比烤鸭好吃。对啊，我差点都忘了。其实老徐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，我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。那就先看报告吧。这具尸体是通过面部整容的假体来确认身份的。一枪毙命的手法与 T 很相似，死者生前在网上的风评也符合 T 的目标，应当是 T 此前杀的人。T 杀的人辛家帮他的忙，这没错，他们是同一个杀手组织的成员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啊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如果实在太累了，你就跟我说，跟韩晨说，我们到时候再多找几个法医来帮你的忙。轮到你上场了。我？对啊。许南波很擅长犯罪心理学，跟你之前对付的人都不一样。他这次既然敢来，就肯定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。我们既然没有在辛家这个层面找到有关他的任何证据，所以这次我们只要搞清楚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就好。记住了，你的策略就是顺水推舟。你说的没错。既然是同行，就不得不防。这样，你帮我20分钟以后请秦推进来一趟。好。我认识你，你叫白锦溪。许教授怎么会？哦，上个月省里针对你在观湖破的那起案子做过一个学习会，当时整个华东地区知名的犯罪心理学者都受邀参加，我刚好也在其中。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其实说起来，您可是犯罪心理学专业的大神呐，像我这种小透明，哪能入得了您的法眼？你跟我说话不用那么客套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叫我一声师兄。好，许师兄。我想辛家这个案子，他们可能是误会了。其实我们领导之前还说呢，想请您这样的专家来给我们指导工作。要知道把您请这儿来，回头非骂死我不可。这样吧，我们换一个地方，再慢慢聊。还是等你们把想问的都问完，彻底确认这只是一个误会，我们再说吧。许师兄，您还真是多心了。其实，你们治疗录音的那些真实性，我们都核实过了。
再说，那天你哪有时间作案啊？你说的这些，的确是事实。师兄啊，什么时候能到我们黑盾组来帮忙啊？我们这里可是真的有很多案件需要请你帮忙侧写啊。哼，这么快就帮你们厅长挖人了，也好，试试也可以。只要你能赢我。哎，我说白白和他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？这叫犯罪心理学，你懂个屁啊！高手过招，学着点吧你。哎，冷面你……他们在下盲棋，我替周小传回答的。去把贤内叫过来。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清醒催眠。师兄果然厉害。B.E.7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BD3。辛家在临死前曾说过，他曾经是某个杀手组织的成员之一，擅长制毒。不知道他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跟师兄提起过啊？P.E.6。他从未跟我提过，而且没有他的签字允许，我是不能擅自对他进行催眠疗法的。BD2。师兄说，曾经看过我关湖那个案子的资料，那想必你一定记得，那个犯人的名字叫陈立江。他曾经患过癌症，在犯案前似乎跟什么人有过特殊的书信往来。我查过一些国际上的资料，像他这样的连环犯罪者，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会跟对方有精神上的师徒关系，以便让自己的犯罪理念能够传承下去。所以我一直怀疑，那个 K 就是他的徒弟。我呢，还一直想根据当时的书信，对 K 做一个侧写。我记得那封信上好像是说，你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而且一直会活到永永远远。你看我这个记性，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这是启示录里的话。下一句是什么？我没有在案件的资料里看见过这封信，而且，你为什么仅凭这句话就可以断定，这个 K 就是嫌犯的徒弟，而不是师傅呢？屈王异位。
RF8。KG8。小师妹，我听说你曾经失忆，有没有考虑过用催眠疗法来恢复记忆 ？Check。小白，小白，你这孩子真的是太没规矩了。许教授难得来我们省队一趟，你给人家请到审讯室来干嘛？秦队啊，您是误会了，我师兄呢，是打算来我们黑盾组帮忙协助调查案件的。人家本来呢已经打算金盆洗手，不做犯罪心理学这一块了，谁知道我们一聊，还特别投缘。我师兄已经答应帮忙调查辛家这个案子了。哎，我给我们黑盾组请来一位大专家，你不好好谢谢我啊？许教授，我听说过你曾经治疗过辛家，为洗清嫌疑而主动配合。我刚从局长那边过来，他说要我把你给留住。你看这如果方便的话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就当是我转做心理医生之前的最后一案吧。好，那当做是最后一案。哎，周警官有发现。许南博，喂，你又私自行动，小心那个人会不高兴的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管好你自己就行。记得赶紧把新家的芯片给处理掉。你放心吧，这对我来说就是小意思。还有，少用你那些高科技的东西来监视我，我不喜欢。我就是玩玩嘛。要玩你找别人陪你玩吧，我不奉陪。好了好了，你别生气。白白，白白，你没事吧？许南博给你使了什么妖术啊？你怎么看起来失魂落魄的？我现在应该有一半的把握可以确定，这个许南博就是陈丽江案子里面的那个 K， 当然，也是辛家提到的那个 K。是啊，不过就凭小壮给咱们提供的这张监控图，明显证据不足啊。我跟陈丽江是交过手的，他催眠技术怎么样，我很清楚。而这个许南博，还好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一手。1、2、3、4，听到秦队长的声音，立刻醒过来。我去，不是吧？这我以为你们在一块就是什么下棋，搞什么老年娱乐呢？不是，他真就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就给你催眠了？这个家伙造诣真的很高，我们大家都要多提防他才行啊。韩琛说了，无论你说什么，都配合你。许南波这次主动出击，虽然避免了正面向我暴露他跟陈丽江的师徒关系，
可是他还是故意给我留了一些疑点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可能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他想洗清自己的嫌疑；第二，他想进来，他想加入到我们黑盾组来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不如就来个顺水推舟，瓮中捉鳖。坐。局长，新家的案子里面有资料显示，他背后肯定有一个组织，而我们有理由、有证据去怀疑这个组织和5年前那起特大连环凶杀案有关系。5年前的特大连环凶杀案？对。这个案子我记得，当初抓了一大批罪犯，后来已经结案封档处理了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当年这个案子还有漏网之鱼，现在还在逍遥法外。对。新家告诉我，让我小心身边的人。我觉得他没有骗我的必要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想申请从内部开始秘密调查这起案子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当年这件案子的受害人之一，对吧？那说实话吧，你来向我要调查权，是不是想报仇？他们杀人无数，颠倒黑白，罪大恶极。我就是想亲手抓住他们。这件事儿，你让我再考虑考虑。哦，对了，韩琛，您考虑好了？什么就考虑好了？我下面是要批评你的。哎呀，我说韩琛呐，韩琛，你说说，黑盾组才成立多久啊？你怎么就跟那个小姑娘好上了呢？同一个部门，谈恋爱应该回避，可你倒好，搞的是人尽皆知。你不一直都是一个闷葫芦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你让刑侦部门的那些主管头很疼，知道吗？本来搞犯罪心理的人才就不好找，这下好了，你让人家到哪儿去找像白锦熙那样又年轻又有冲劲儿的人才呢？不用找了。等这起案子一破，您就把我调到档案室吧。白锦熙留在黑盾组，他比我有上进心。你还有理了？走走走走走走，回头我再跟你算账。潘警官，你终于注意起这个字了。老实交代，你自己是不是偷偷的研究过啊？韩琛，你就真的这么想赢过犯罪心理学啊？我只想赢得你。老大，2位老大，嫌疑人已经锁定了，叫司徒义，现在正在审讯室。司徒义？对啊。还有件事啊，徐教授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会一会就知道了。走。司徒义 ，ITO 信息技术公司市场部总监，也是这家公司香港总公司董事长司徒承旭的继子。他在8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改嫁给了司徒承旭。小白，这个人也非常符合你的侧写，拥有别墅和 SUV， 而且在4个半月前，因为一件伤人案曾被警局带回去询问过，但是最后给放出来了。伤人案？好像是因为一件感情纠纷吧，把一个女孩正牌男友给打了。呵呵，哎，看不出来啊，这么有钱一富豪还挖人墙角。我觉得也是，看他的相貌仪表堂堂，而且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也能感觉到这个人文质彬彬的，怎么也不会和变态杀手联系在一起。我们不能光凭一个人的长相来判断一个人的心理是否正常。你们觉得我心理正常吗？徐教授，
您看您说的，您当然正常了。其实我的心理和行为在很多测验中都显示出超乎常人的偏执度，而且我还有一些强迫症。比如说吧，这一排椅子当中，如果有一把椅子是不正的，我会想办法把它摆正；如果没有摆正的话，我这一天都会在想这件事情。还有，停车的时候，如果车没有停正，我会反复的挪车，直到它停正为止。只不过我这些心态，别人不知道罢了。不过我这个心理扭曲的程度，离心理变态还是有些距离，你们不必担心。师兄啊，你的这个笑话真的是好冷啊！有吗？我先进去了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我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习。姓名：司徒义，复姓司徒，单字火与白，义。叶响晴、周四锦，他们分别在上个月的7号和这个月的11号被杀害了。我们在你的手机通讯录里发现了他们2个，说说吧，跟他们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，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被人杀的。哎，凶手抓到了吗？我们怀疑是你杀了他们。我知道你们这么怀疑我，不然的话，大半夜也不会把我叫到警察局来审问。但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们怎么会把这件事情跟我联系在一起啊？是，跟我有过露水情缘的女人确实有那么一些，但是我们交往的并不深，只是普通朋友。我甚至都不记得他们的样貌。所以今天，我对你们警方的行为非常的失望，因为你们怀疑了一个无辜的人。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无辜呢？这我不清楚，但是我想，杀人原因无非就那么几种：情杀、仇杀、经济纠纷。我劝你们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着手进行调查，说不定可以找到他们共同的债主。你好像漏了一种。有一种人呢，他天生就喜欢折磨别人，掠夺别人的生命，他觉得很有乐趣。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这样的人杀了的？这个说不准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追求的人生价值不一样。生命是用来珍惜的，而不是用来杀戮的，尤其是女人。真的无法理解那个人为什么要杀他们，很可惜。哎呦，我真受不了了！你说他们俩跟一变态能聊得这么心平气和的呀？表面心平气和，实则暗潮汹涌。你们静下心来看，接下来就要进入主题了。不只是可惜，他虐待他们，长时间的囚禁。我想这个家伙应该是非常恨女人的，但是他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又感到非常自卑，所以才会这么变态。那些女人在临死之前，应该是非常恨他的，觉得他禽兽不如。你觉得呢？我这个人平时读书也很杂，也读过那么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。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，可以分为2方面去看。人的情感本来就是复杂的，爱和恨原本也分得没那么清楚，尤其是女人。我们在看待变态杀手的时候，会觉得他们很肮脏，可是他们自己看来，可能并没有那么肮脏的念头，只是出于内心的某种渴望。用我们正常的社会伦常道德来说，
应该批判他，可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，他又有什么错呢？我总算知道了，这人真够变态的啊！把这自己的想法就这么给说出来了，这么狂妄。许教授果然厉害，小白想用什么方法对他进行审问，你都能提前预知，太厉害了。你说的不对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。我完全可以想象到这个家伙平时生活里是个什么样子：胆小如鼠，卑鄙畏缩。他在人群里小心翼翼地藏着自己那颗变态的心，悄悄地等待狩猎。当然，他长了一张还不错的脸，也有一些经济实力，所以自然会吸引到这些女人。不过他心里非常清楚，没有一个女人是真的爱他，因为时间久了，那些女人就会发现，天哪，他怎么这么变态啊？哦，他怎么跟个神经病一样的喜怒无常啊？他的内心简直是太肮脏了，所以但凡跟他相处久了一点的女人，都会把他抛弃掉。当然，那些女人在被他折磨致死之前，确实会苦苦哀求他。可是他心里非常清楚，他们对他充满恐惧，还有憎恨、恶心。在他们眼里，他就是一个怪物。你才是怪物！说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话，神经病一样的女人。我没有杀他们，有证据就来抓我，没证据就给我滚蛋！喂，按照计划，他们已经开始让他陷入崩溃边缘了。现在就差证据了。对，接下来就是搜证。你把之前搞到的那些录像全部都推出去。还有，以后这种事情，不要让我来给你做收尾，这不是我的责任。嚯，这家还真阔气啊！一丝不苟的摆设，极尽变态的干净。石警官有发现。嗯。小帅，之前让你观察记录许南博的行为，你记了吗？记了，一共喝了2次水，水杯碰撞桌底发出声响，手指敲打手背7次，每一次的重度几乎相同。哦，对了，还挠了1次后耳根，然后就是和我们说话，没有其他的。哎，不过有件事情特别神奇啊。他好像能预知到小白每一次的审讯策略。他能预知到我的审讯策略，一点都不奇怪。那个家伙真的非常厉害，我们要多小心。老大，你让我记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没事。我们已经找到证据，可以证明司徒义的罪行，鉴定科已经鉴定过了，没有经过任何处理。哎，我不建议你看啊，你非要看，做好心理准备，画面特残忍。
你们不用问了，我承认，这些事情是我干的，我认罪。之前那几个，我会告诉你们藏尸的地点，但是我不想谈及我的过去，我也不会再回答你们任何关于我个人的问题。但是我该告诉你们，选中那些女孩的不是我，是命。耶！喝一杯，回家睡觉。走吧，想什么呢？我要放假，回去睡觉。睡觉睡得着吗你？你是没看到那个视频，太变态了。我估计我这一时半会儿睡不好觉了。来，冷面，你给我捏捏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个案子好像太顺利了一些，就好像是有什么人故意把凶手推到我们面前。还有，那个火字，那个火字难道就真的只代表司徒义吗？好吧，本来想让你睡个好觉，不想这么早告诉你的，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也睡不着。等会儿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听你这话还有事儿啊？你这意思是说，这是字母团刻意在这个时间段把凶手推给我们的？可是 E 已经死了。我在想，也许是 L 想给 E 做掩护，但是没有成功。现在这么算起来，我们发现护士服连环杀人案的时间，正好是我们找到 E 的监控视频之前。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初露端倪。这个是我让冷面在司徒一耳朵里找到的。耳机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怪不得韩神让我注意许南博的动作，原来就是为了发现他意图不轨的证据。他是想控制司徒义，准确的说，不是控制，是刺激。这个司徒义本身是有问题的，就是一个杀人狂魔，而字母团一定是为了想掩饰什么，而唤醒了他。所以这起案子只是告一段落。当我们把所有字母团的人抓住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胜利。各位，再接再厉。好，走吧。啊，你这个家伙，行啊。我们不是说好了最近要低调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疯了你？难道你不知道，这样跟我说话很没礼貌吗？你自己就是一个半吊子杀手，难道你希望我们都跟你一样？杀人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可以不用自己动手，让别人自杀，或是自相残杀。你还是少说话，多做事吧，把尸体收拾一下。辛家不愿意动手，是他的自由。不像你，人格缺陷，性格扭曲，毫无信仰。
T， 你在质疑我的同时，是不是应该先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？你还乐在其中呢？难道用杀人挣来的钱去安抚你的父亲吗？